就在刚刚呢 ，iPhone 15发表会结束了，这次发表产品像是 Apple Watch 啊、Apple Watch Ultra， 还有 iPhone 15系列。那虽然说事前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一次会发表怎样的特色的产品哦，但是还是跟预期上有一些落差。那至于是哪些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也会一一讲到。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发表会的第一个产品。这一次发表会的大重点就是 iPhone 15啦。这次 iPhone 15的数字系列最大亮点就是那个粉红色的，真的超级可爱的。那这次15呢，总共有5个颜色哦，分别是粉色、蓝色、绿色、黄色跟黑色，就是没有白色这样。那这次所有的颜色呢，都是比较粉嫩，然后低饱和度的这种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可爱。我一定会开这个粉红色，因为真的太可爱。还有呢，这次会那么可爱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背部的设计是有改变的哦，就是过去不是亮面的玻璃吗？那这一次的数字系列呢，它背后其实是一个雾面打磨抛光的材质，所以它会变成有点雾粉的这种粉嫩的颜色。然后在边角的部分呢，这次不会像过去14系列它的边角是这么直角，就是它在边边的部分其实是有稍微一点点圆弧，而且呢它的边框也会变得更窄，就视觉上呢会变得比较好看。那虽然这样讲呢，但是它的重量跟尺寸其实是跟去年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变。它在萤幕的部分呢，它们是有提升亮度的，就是在标准模式的部分呢，15数字系列最高是1000尼特，那最高的话呢，它在室外可以达到2000尼特峰值。那上一代的标准模式是只有800而已。那再讲到最重要的相机呢，这次15数字系列其实算是有一个蛮大的进步的，就是相机从上一代的1200万像素提升到了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那这次呢，15也新增了一个2倍光学变焦的焦段哦。不过这个焦段呢，其实是用主镜头下去裁切的，因为它原本是4800万像素嘛，那它就把中间切出来。那这个2倍光学变焦呢，可以让这只手机的实用性大大提升哦。就是你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2倍可以去选这样子。那这次在人像模式的部分也有进步，例如说它的景深效果更好啊，或者是这次呢可以切换聚焦的对象，例如说你在萤幕上面你要拍2个主体，你可以去切换说你现在要对焦哪一个部分。然后这次15数字系列使用的晶片呢是去年14 Pro 所使用的 A16。那 A16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点不稳定，就是有可能会有发热的疑虑，所以到时候可能要拿到实际测看看它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哦。另外呢，在卫星通讯求救的部分，他们现在开放到14个国家，那主要呢都是西方国家为主。那卫星通讯求救就是可以让你在没有讯号或是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发送简讯。那这个卫星通讯求救的功能呢，如果你今天买了 iPhone 15，就是可以免费使用2年。那再来下一个 iPhone 15系列，这一次最大的重点就是全面采用了 USB-C 的接孔哦，就是在你的充电啊或是传输的部分都会跟以往的 Lightning 不一样这样。那 iPhone 15它的续航力呢，照官网现在写它是没有变的，就是跟上一代一模一样。它的影片连续播放时数还是20个小时哦。那在15数字系列它的售价的部分，它的最低容量是128GB 是29900，然后最高512GB 是40400，其实也不便宜耶。然后在15 Plus 的部分，128GB 是32900，512GB 是43400元。那发售日期呢是9月15号晚上8点开始预购，然后正式发售呢是9月22号。感谢今天影片赞助商 Castify。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照相的人，手机对我来说呢是生活必需品，随时随地都会拿出来使用。但是呢，我也很容易把手机弄丢或是摔坏。一台 Pro Max 5-6万呢，对我这种奶油手来说呢，手机壳真的很重要，因为换萤幕真的很麻烦。首先要来介绍的就是奶油手必备的 Castify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是 Castify 最强的防摔手机壳。它采用了 EcoShock 防震物料，可以高度吸收手机在各种意外摔落的冲击力。因为我经常把手机放在包包里面，大家都知道女生的包包就像黑洞一样，有钥匙啊、化妆包啊、镜子跟暗器之类的。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有6层坚固的防护设计，加高镜头保护整个相机环 ，MagSafe 磁环，硬壳背板 X 型 EcoShock 结构，加强背部冲击力吸收，边框都有 EcoShock 内侧相调，4角弹力保护角可以吸收黑洞内的神秘力量，让手机在包包内不受损伤。这款手机壳的部分材质还使用了 Recastify 回收计划的再制塑料，成功回收超过了43万个废弃手机壳。他们将这些旧手机壳磨成小颗粒再次使用。仔细看手机的边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Recastify 颗粒，形成永续环保的正循环。Castify 另外一款 MagSafe 兼容强悍防摔手机壳也采用了 EcoShock 防
摔科技，通过了2.5公尺高防摔测试，可以提供日常使用中足够的防护力，也适合日常搭配。那除了手机壳之外呢，手机放在包包里面最怕的就是刮到荧幕了。Castify 的抗蓝光保护贴以及镜头保护贴可以给予手机更全面的保护。那这几年呢，背带也超夯的。Castify 多功能手机背带采用 FitLock 2.0磁扣和旋转环扣，可以快速拆卸解放双手。背带配备5个多用途挂点，可以将 AirPods 或者是钥匙配件等随身小物挂在背带上，有多种款式和材质可以挑选。最后呢 ，Castify 也提供苹果微频道专属85折限时折扣优惠 ，iPhone 15全新系列手机壳跟配件都可以使用。链接我会贴在资讯栏，记得要去用哦。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15 Pro 系列哦，那这支 Pro 系列呢，总共有4个颜色，就是钛金属、蓝色、白色跟黑色。那这次呢，就是没有紫色跟金色这样。那这是这个新的钛金属的颜色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奶茶灰或者是大象灰的那种感觉，其实是还蛮好看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钛金属跟白色很像，但是我觉得钛金属它是比较深一点，比较偏黄一些些，然后白色就是银白色这样。那这次的 Pro 系列呢，它的金属部分全部都由不锈钢改成了钛金属。那在边框的部分呢，它采用的是拉丝纹路哦，这跟以前都不一样。采用的钛合金，它会比不锈钢还要更轻哦。像是这次的 Pro Max， 它的重量是221公克，那像14 Pro Max 它是240，所以就是比较轻这样子。然后跟15一样呢，它的边框不会像是14一样这么的直角，它会有一点点修圆。那其他像是它的尺寸或是厚度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这次呢，在 Pro 系列它的静音键被改成了一个动作按钮。那这个动作按钮呢，你可以自定义它的功能，就是除了静音的功能之外呢，你还可以设定，例如说你按下去要打开相机啊，或者打开手电筒等等的，或者是你可以执行捷径。那这次15 Pro 系列它采用的晶片是 A17 Pro 这张新的晶片哦，那它是第一个3奈米制成的晶片。那这次他们也非常强调它在游戏处理的部分进步非常多，就是说它对光线的处理啊，或者是在游戏效能上面都有增加。还有呢，这次升级的这个 USB-C 孔呢，它传输规格来到了 USB 3.0哦，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小小失望，因为我们之前以为会有 Thunderbolt 4之类的。在相机的部分呢，15 Pro 跟15 Pro Max 有一点小小的差距，不过它们主镜头是一样的，都是4800万像素。但这个镜头跟15数字系列是差在哪？主要是差在 Pro 系列的感光元件会比较大。那再来 Pro 跟 Pro Max 主要差异就是在长焦镜的部分。这次 Pro Max 它的长焦镜可以来到5倍的光学变焦，它是使用折叠式的镜头，然后里面还有防抖的设计。那主要就是你今天可能需要拍很远的东西的话呢，这颗镜头就可以用得到，但是就只有在 Pro Max 上面才有。那这次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现在可以拍摄空间影片，就是它有点类似3D 影片那种感觉。那主要就是为了明年的 Vision Pro 铺路哦，就是你录了这个空间影片之后呢，你以后就是可以在 Vision Pro 上面看3D 的影片。那再来呢，我们讲到售价的部分，这次15 Pro 跟15 Pro Max 它们的最低容量是有差别的哦，就是15 Pro 它是128GB 起跳，然后 Pro Max 的部分则是256开始起跳。那售价的部分呢，15 Pro 这一次128GB 是36900，256GB 是40400，512GB 是47400，1TB是54400。那在15 Pro Max 的部分呢，256GB 是44900，512GB 是51900，1TB是58900元，都比去年贵上了2000块。那在发售日期的部分呢，一样就是在9月15号晚上8点开始预购，正式贩售呢是9月22号。是 Apple Watch 第9代。那这次的更新呢，主要就是在新的晶片还有一些新增的功能哦。那在外观的设计上呢，其实跟上一代第8代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你2只手表放在旁边，你可能会分不出来哪一只是第9代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是新增了一个新色，就是粉红色哦。那主要就是为了要搭配这次的15数字系列呢，也推出了一模一样的粉红色，所以2个搭在一起呢，就会超级可爱，少女心大爆发哦。那在尺寸、重量、厚度的部分都跟上一代一模一样，而且呢续航力都完全没变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可惜。那这次进步呢，主要就是在处理器的部分使用了最新的 S9 晶片哦，就是它的性能会更强，然后处理的效率会更好。然后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这次使用了第2代超宽屏晶片。那这个晶片可以干嘛呢？就是这一次第9代的手表，它在找 iPhone 这个部分能力有增加哦，就是可能对于常常弄丢 iPhone 的人来说，应该是会还蛮有帮助的。然后这是第9代的另外一个新功能呢，就是现在可以使用单手操作你的手表了。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只有1只手可以动，你可能另外1
是手拿着咖啡啊，或者是抱着小婴儿之类的，但就是只能用单手去操作你的 Apple Watch 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用手势。那主要呢就是在你当下的 App 上面，这个功能其实之前在辅助使用里面就有了啦。但是在荧幕规格的部分呢，最高亮度有提高到了2000尼特哦。那苹果手表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它的续航力哦。那在发表会里面呢，其实是完全没有提到它的续航力的部分。那上官网查呢是完全没有进步的，就是比起上一代呢，它的这个最长使用时数还是18个小时哦。那在发表会上的第二个产品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第2代。那这个第2代呢，其实跟刚才我们提到第9代进步的功能或是幅度可以说是差不多哦。不过 Ultra 第2代它的最高亮度来到了3000尼特哦，就是现在在一些比较强光的地方呢，你还是可以看你的手表看得非常清楚。另外，他们也为 Ultra 第2代设计了新的表面，那这款表面呢蛮特别，它是一个动态表面，你可以随时追踪你的纬度或者一些天气之类的资讯。另外，他们还有针对特定的运动去做一些功能上面的加强哦，例如说脚踏车的部分，他们可以连接蓝牙装置来侦测你的踏板踩了多少次啊，或者是你的潜水界面的部分也有一些新的设计。那至于在外观跟重量的部分都跟上一代一模一样哦，就连颜色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钛金属原色这一个颜色可以选择。续航力的部分一样保持在36个小时，然后低耗电的模式呢可以来到72个小时。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价格的部分。Apple Watch 第9代呢，它的 GPS 版本是13500块哦，然后行动网络版本是16500，这一次都比上一代第8代贵了600块。那至于 Ultra 的部分则是27900元，是比上一代贵了2000块。那 Apple Watch 第9代还有 Ultra 第2代，他们的预购日期是9月14号的上午9点，也就是礼拜4。然后他们的正式发售日期呢是9月22号。那我觉得这次2款手表他们跟上一代都没有差很多，所以如果你不是手表刚好真的坏掉啊，或者是你真的非常想要手表的话呢，其实这一代是可以跳过。那另外呢，还要提到一个在发表会上面几乎没有提到的产品呢，就是 AirPods Pro 第2代，它改成了 USB-C 的接孔。那这个新款的 AirPods Pro 第2代呢，它的售价是7490元，那推出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哦。那至于在 AirPods 第3代的部分，他们是还没有传出消息要改成 USB-C 款，所以之后才会推出吧。那这次看完整个发表会呢，其实我自己还蛮惊讶的部分，就是在于 Pro 它的相机没有想象中进步幅度那么大。就是我之前吸收到的资讯，我都会觉得说 Pro 它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相机的要进吧，但是就好像没有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次15 Pro 它的介绍篇幅异常的短，就是以往我们在看发表会，不是它每一个产品都会拍非常漂亮的广告嘛？可是在这次15 Pro 好像就是没有一个非常那么惊艳的介绍，就是他们连颜色都没有介绍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讲环保的篇幅比介绍 Pro 系列还要长，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这样。所以大家喜欢什么颜色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今天的闪人包就差不多到这边，另外那些比较生活化内容我都会放 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哦。那我们就下午影片再见喽，拜拜。